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0月21日早上8点22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昨天晚上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我们看到道指呢下跌了 0.3%， 这样的下跌呢不足以改变它的反弹趋势啊。我们看到这轮行情道指依旧处于反弹趋势上，究其原因是因为在 K 线西游战法里面有这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在这里面啊。我们看到啊，这轮行情道指2轮半的下跌西游之后，走了一轮周线级别的反弹，周线级别反弹之后，周线级别对称性下跌。对称性下跌之后啊，周线级别对称性下跌之后有一个反弹的预期，这个反弹预期时间级别是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我们看到这轮反弹的过程当中有2个利空因素，一个是美国 CPI 数据的公布，另一个呢是美国的非农数据公布啊。这2个利空公布之后美股都出现了一个快速下行，但是整体呢目前仍然处在一个反弹趋势上，所以呢利空消息改变不了趋势啊，反弹趋势依旧存在啊。但是呢，我们看到比特币受这轮美股消息面的影响啊，出现了反复的锤底的现象啊，锤击底部的现象啊。那么我们看到啊，本轮行情的底部是在18500到19000美金附近，这个底部呢反复锤击了1个多月之后呢，目前依然在这个价格附近。但是呢，行情走到这里，在结构上呢，已经非常接近焦点位置。我们知道啊，10月24日是由这轮行情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焦点，在焦点之前，也就是近焦点附近，是一个有可能发生反弹的一个时间点啊。那么在这轮行情当中啊，反弹力度非常有限，我们看到啊，这一轮的反弹最大幅度是 13%， 那么上一轮的反弹呢，最大幅度是 23% 啊，在前面的一轮反弹是 43%， 也就是说它的反弹力度是逐级减弱的。但是呢，这一轮行情最终的反弹呢还没有完全出现，我们认为它的反弹目标位呢是在21500美金附近啊，甚至是22000美金，这个位置呢是由5月份波峰连线连接过来的，在这个21500到22000附近构成了一个压力位啊。目前行情在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是处在第3次波谷这里。第3次波谷的形成呢，我们看到啊，第一次波谷是由3万点跌到17605之后形成插针，插针之后反复啊对17605、18500这个附近啊进行震荡，震荡过程当中形成了第一次波谷。那第2次波谷很好解释了，形成了43%反弹之后下跌回来，然后反弹了23%啊，这个位置呢形成第2次波谷。那么当前震荡了1个月之后，我们处在一个第3次波谷的这个位置。第3次波谷呢，理论上是非常容易继续反弹的。那么这轮反弹呢，是为了回补3万点到17605这个位置上形成了巨大缺口。这个位置的缺口呢，需要经过1次反弹、2次反弹、3次反弹进行反复的回补，类似我们手臂上划了一道伤口，这道伤口划出来之后，我们感觉非常疼，然后我们要立刻用另一只手去捂住这个手臂，那么就会立刻止血。止血之后呢，伤口依然非常疼，所以呢要回打下来。但是第一次我们对这个伤口进行处理的效果是最好的。那么第2次呢，反弹是我们去了医院啊，然后对这个伤口进行包扎，但是这个伤口依然非常疼，所以呢又回打下来。回打下来之后，在底部反复震荡，就是这个伤口的一个愈合期。愈合期完成之后，再次反弹上来，最后呢这个伤口结疤。结疤之后啊，对于3万点到17605这个下跌啊，就完成了完整的回补。完整回补之后，我们会在底部呢看到4次波谷，就最终呢会符合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定律。那么我们看前面的行情当中啊，也就是比特币在最高点69500美金啊，在这个附近啊
形成之后啊，它在底部的位置上也出现了4次的位置波谷，分别是1次、2次、3次，最终呢，在第4次波谷，也就是35000点美金附近的第4次波谷打到这里之后啊，发生了下跌。那么这一轮行情我们看到了黄色的收敛三角形啊，波峰连线、波谷连线形成的黄色的收敛三角形，目前已经正在震荡过程当中。那么3次波谷已经形成，我们看到第3次波谷啊，这里也就是当前行情，这里也是非常复杂的。那最终呢，形成4次波谷之后，行情还要打下来啊。我们看到现在依然是比特币月熊市的比特币月走势非常弱势。我们看到之前的比特币月呢，也就是69000美金形成的这个比特币月呢，非常强势啊。上轮行情也就是牛市最高点的这轮行情啊，是由5月份打下来之后啊，6、7、8一顿震荡，然后9、10、11啊发生了上涨啊，比特币月这个上涨非常强势。那么我们这一轮熊市的10月份，熊市的比特币月啊走的非常弱势，非常让人烦躁啊，特别是震荡行情当中非常让人烦躁。有一些像去年的5、6、7月份啊，这里的震荡，也就是去年在形成这个35000美金这里第2次波谷的这个位置啊，它的非常多的震荡。那么我们可以把当前的第3次波谷的这个位置呢当做是一个唐僧位啊，前面2次分别是悟空波谷八戒波谷、沙僧波谷、唐僧波谷啊。那么我们现在属于那个沙僧波谷这个位置。沙僧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目前啊，正是考验我们耐性的时候啊，但是呢，最终我认为还会有一轮小幅的反弹，到达我们的目标位21500到22000美金附近啊。到达这里之后，再次打下来到18500，形成第4次波谷之后，然后再往下走啊，下面的目标位呢是在10500啊，是在10500这个点位啊，一定要记住啊。我从这个比特币在4万美金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一观点，这一观点呢是结合了18年行情，结合了16年行情，比特币的每轮熊市的最大跌幅都是在85%。那么这轮行情高点是在69000美金，跌85%之后，它的残值剩15%啊，目标位就是在10500啊。当前行情我们看到了一个19000美金到18500美金的这个底部，但是这个底部呢一定会最终跌破的啊，最终杀下来啊。行情走到这里是岌岌可危，为什么呢？反复的要诱空之后啊，把空头消灭掉空头，才能可以再次建仓啊，超级主力呢才可以再次建立空头啊。当所有空头都绝望的时候啊，才是重新主力去建立空头的一个时间点。所以呢，我对当前行情日线级别的波动过程当中啊，对多头还是抱有一定信心的。同时呢，我是一个做空的一个玩家啊。为什么呢？因为当前行情是一个熊市，我只能做一个方向，所以呢，我正在耐心等待这个反弹上来之后的一个好的点位。我希望大家也跟随我的这个观点啊，耐心一点啊，再耐心一点，毕竟10月还有9天时间就要结束了啊。最后的这几个交易日呢，很有可能出现一个快速的拉升。我们看到之前行情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况啊，在底部盘旋之后，横有多长，竖有多长啊，横有多长，竖有多高。那么这里面是还存在这个反弹机会的，反弹机会出现之后，才是一个布局好的空单的一个位置。在行情当中呢，一定要记住3点，一个是趋势是下行趋势，第二个呢是找了一个好的位置，这个位置呢我给出来了。第三呢就是布局你的仓位啊，无论你在哪一个点布局的话，都要控制自己的仓位，控制自己的倍数啊，在合理布局情况下，保证自己的本金不受大幅度的损失的情况下啊，最终呢容易获到什么呢？容易获得趋势上的利润啊。比特币说到这里，然后我们看一下以太坊和其他虚拟货币啊。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依然处于一个8界阴线的一个位置，
这个八阶阴线呢是周线级别的八阶阴线。我们看到周线级别这里面有悟空阴线啊，目前处在八阶阴线的势力范围，下方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会走出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同前面这段行情发生一个平行关系。那么我们回到以太坊对 USDT 这个交易对上来看。那周线级别同时也出现了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八阶阴线组，目前处在一个沙僧阴线，沙僧阴线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震荡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震荡之后呢，在日线级别上它构成了一个箱体结构所以呢，目前以太坊来说。以太坊对比特币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做空标的，下方有一个唐僧阴线，唐僧阴线的目标位呢是1100美金，那最终呢以太坊的目标位我们给出来了是260美金目前是一个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以太坊相对比特币来说是非常弱势的非常弱势的。然后我们看一下小的时间级别它发生了什么4小时级别呢依然是一个箱体结构，那小日线级别呢在这个里面在这里面依然走的非常弱势基本上就是一个震荡所以呢继续保持在箱体上边线附近做空的一个观点那我们看日线级别上这里面呢上方三重大山，首先呢是5月份波峰连线形成了一个压力位，目前已经走在了1400美金144日均线形成了压力位1450美金，169日均线形成了压力位在1500美金上方压力重重的情况下，只要出现反弹就是一个好的做空时间点，然后呢我们的目标位呢是在1100美金。现在好多山寨没有热点他们都在玩一日游的行情像昨天我看到了这个我也是在这里面吃了一点亏TORN 这个币种昨天我看到迅速拉升到6.6美金，然后几乎在高点去追进去的因为它快速拉升我认为它有可能形成什么呢？有可能形成一个小时线的上涨西游，所以呢快速拉升之后在这个位置上进行追击是这个位置昨天是这个位置到达6.6美金进行追击，我怀疑它有可能做小日线的上涨西游，并且这个阳线呢是一个悟空阳线，追击进去之后我看了一下时间，大概是在昨天晚上19点20左右19点半左右发生的拉升之后到8点的时候到昨天晚上20点的时候，我发现它没有做出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这样的动作，而是回踩了下来。回踩之后我发现情况有所不对正常的拉升呢，它是一根阳线涨上来之后回踩，然后非常容易出现微型反转再打上去，然后形成小日线的悟空阳线、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这一系列的阳线比如说这段行情，你看这段行情它就是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回打下来，然后时间级别有个切换这个是整点的切换我们看到比如说这里是7点，然后这根线是8点它有个时间的节奏。但是昨天我们看到没有这个时间的节奏，没有微反，什么都没有，所以呢我立刻止损出局那这种行情在现在的这个山寨币里面非常多出现比如说 SUN 也出现过这种行情，它就是玩人的行情，一波上去之后迅速杀下来，让所有追击进场的人全部覆灭全部覆灭。这种情况呢我们在 K 线西游战法里面有所解释怎么解释的呢？就是悟空阳线有可能被杀死，被谁杀死呢？被妖怪杀死。悟空阳线落空之后就是我们立即止损出局的一个节点。那昨天我受到了损失我受到的损失大概是在5%到8%左右具体我没有细看但是我止损之后行情继续下行它就失去了这样的上涨动能，所以呢我止损出局。但是有些币种还是有这样的机会的比如说 VIB 呢出现了一个拉升之后回踩下来，然后2次拉升，这种叫什么呢？这种叫我们之前说了叫浪子回头这种币种呢是可以做的，
怎么做呢？看小日线，拉升之后回踩下来，一定会对小日线这个位置，小日线的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啊反复震荡，震荡的这个位置是我们补仓的位置，但是它拉升的时间非常不好啊，是昨天晚上凌晨23点开始动作啊，0点拉到高点是在2点啊，这个时间点呢，往往是大家都在睡觉的一个时间。但是呢，我们在睡觉之前可以做一个止损位的设置，比如说在这个位置，我们发现它已经横盘了过来之后，它形成了一个波谷，把这个波谷的这个位置设成止损，设置止损之后，然后耐心的、安心的去睡觉，睡觉之后发生了一段拉升啊，但是这种币种呢，你把握的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什么呢？在行情有所启动之后，比如说这个 VIB 啊，它对这个 BUSD 的交易对在币安平台，它属于一个次新次新的时候啊，这段行情当中啊，在前2天有一个动作，有一个突破的动作啊，突破了什么呢？突破了50日均线和10日均线啊，因为它均线比较少，只有50日均线和10日均线，突破之后然后回打下来之后是我们布局的一个时间点。你不要怀疑这个行情启动之后没有后续，往往这种行情在启动之后是有所动作的，毕竟它成交量在这个位置出现了。出现之后超级主力不是把钱撒到市场里面，然后随便把这个 K 线做出来的，它会有一些动作，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浪子回头所以呢，这种币种呢是我们重点关注、观察、找到规律的。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当当网、淘宝网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